2058年6月9日晚上22点至23点，你在做什么？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在巡逻。还有其他人吗？没有。不要紧张啊。其实这次叫你来呢，就是想让你回忆一下上次笔录有没有遗漏的部分。希望你配合。还有我师父张小泉。本台消息，近日，埃萨接连发布6条严加管控人工智能技术的规定，也在脑机系统行业引起轩然大波。开着吧。很多人认为此举会天气凉了，科技发展。咱们吃点热乎的去吧。要不还去上次胜利街那家火烧店？并不是长出双手。再转转。再来看技术快讯，棉花产量再度突破。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你师傅当天有没有什么异常行为？没有，当天是正常的维护巡逻。呼叫森林七巡点总部，33路公交车内有乘客脑机系统故障报修，请立即赶往现场。正常吗？事发周边至少有3辆抢修车，为什么偏偏是你们组出勤307巡检组收到。绿洲所有的外勤工作分配都是由海豚决定的。现在为你们开启特定仪式，请在5分钟内赶到维修现场。你们在事发点周边打转，也是海豚决定的？人工智能不是你们埃萨亲自监管的吗？你们可以去查后台。你再回忆一下，张小泉当时有什么反常行为？你们带着答案发问，那一切偶然都会成为必然。这是事故，不是偶然。这是栽赃！一名女乘客的脑机系统出现了轻微的排异反应，车厢内的乘客也没有任何反常，除了什么？除了你们的那位大英雄。你只用交代你自己的经历。绿洲医生为您服务。这么快就到了，辛苦了。我太太她脑内画面突然不稳定，而且没法关机了。我手环都摘了，还是关不了。哎呦，他怎么回事啊？车上没有大夫，别碰他，这个是癫痫。我姥姥检查椎动脉供血，优先排查4号脑急诊，留意呀。年纪轻轻就得了这毛病，这以后的路可怎么走？医生，他能治吧？他能治吗？不是修脑机呢？对啊。张小泉看到手机提示，为什么还要介入施救？症状升级了，大家让让。绿洲医生都具有临床经验。这个人癫痫大发作已经导致了心律失常，你的意思是，他得见死不救是吗？张小泉的急救判断是否正确，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但是他留你一个人抢修系统，是不是违反了你们自己的操作规章？躺在地上的要是你吧，你也这么说吗？你，哎呀，别激动嘛，这屋里闷就是容易上火。来，那咱们说说女乘客的情况吧。我使用脑机维修箱检查他的脑机系统情况，准备进入脑宇宙，
你看哪儿不对？现是现差，必须马上实行电击出战。直升司机，公交总台，我是绿洲外勤医生张小泉，呼号87315，车上有乘客癫痫发作引发室颤，请求进入驾驶舱连接外接电源抢救。正在核实身份，授权已通过。帮我一下。好。用车载电源除颤，他想过后果吗？情况紧急的时候，工业交流电都可以用来除颤，车载电池的直流电只会更加安全。我在报告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种问题还多少？我还工作呢。这次事故就是从你师傅违规用电开始的，光这一点他就要负全责，永远别想翻案，除非找到其他原因。我师傅现在就躺在医院里，跟死了没有区别，还怎么负责？谁为他负责啊？你我都很清楚，公交车不可能因为这点电流就失控。你们不去彻查，在这猫我算什么本事？老娘，你说话先想清楚，你也有连带责任。即便你俩的违规行为能够得到绿洲的默许，国际人工智能伦理学会对绿洲也还是有监管权的。我们也可以先撤销你的绿洲医生的资格，再做调查。那样的话，再也没有人能帮张小泉翻案了。先生，先生，我们赶紧开始吧。这怎么办啊？在车上有没有大夫？哎，绿洲医生，他没事吧？能是吗？不是修稿急了呀？必须马上实行电击出战。直升司机，公交总台，我是绿洲外勤医生张小泉，呼号87315。车上有乘客癫痫发作引发室颤，请求进入驾驶舱连接外接电源抢救。一会儿到站得送医院吧。293号外勤医生通知，您所站的公交车动力车头发生故障，请立即下车。快救人！驾驶室里发生什么了吗？所有人都晕倒了。33路公交事故调查结果是，由于绿洲医生张小泉不当操作车载电源，引发功率过载，导致系统崩溃。张小泉虽然因为接入脑机用户突然苏醒导致的电流逆行成为植物人，但仍对整个事件负全部主要责任。张小泉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绿洲医生，他绝对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你还是先想想，是不是看到了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师傅，师傅，谢谢。我进入驾驶舱，试图接入公交系统恢复智能驾驶，被过载电流穿透。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你师父现在躺在那儿，也是一个罪人。你不跟我们合作，他永远也翻不了案。但一个新的线索，也能导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只有艾萨可以帮你。见过这个东西吗？别着急，想好了再说。别害了你师父。吐口了，把那个柳长青叫来。现在，这个证据足以让绿洲乃至整个脑机产业天翻地覆。
刘主任这回怕是晚节不保了。哟，不好意思，刘主任，这么着急把您请来。这事儿已经结案了，反反复复的审下去，你们最近是不忙吗？有了些新发现。刘主任，脑机屏蔽环。还是5、6年前的老款，你们的设备升级也太慢了。这，第二审讯室。哦，对。刘主任，咱们客套话就不说了。这么着急叫您过来，是因为我们在33路公交事件的复盘中发现了重大疑点，新问题可能正在蔓延，需要马上采取措施。各位督察员，绿洲这几年取得的成绩也离不开埃萨对我们的监督。公交事件虽然已经结案，但如果真还存在这么大的问题，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刘主任，这是今年新下来的茉莉花，您看看合不合口？真不错，小钱啊。说，刘主任，埃萨来了很多人，已经查封了公司的运营部，说要全面接管彻查。刘主任，我们发现贵司员工张小泉不但违规使用车载电源，导致公交车失控，还非法携带未经登记的脑机设备，这严重违反了埃萨关于脑机系统限制条约中的规定。绿洲要为此负全部监管责任。埃萨即日起将全面暂停，并接管绿洲的日常工作，进行深入调查，也请您来签字确认。未经登记的脑机设备，在清理事故现场时，我们发现一根绝对……说的是这个吧？做事别那么绝对。这根红线是脑机系统原型机的一根普通阿尔法线，它所具备的功能远比任何绿洲医生所携带的脑机连线要少。绿洲科技是特大科技企业，你们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敢查封？也不算是查封吧，就是……刘主任还是先看完模拟影像再下定论吧。我是绿洲医生，现在抢救病人需要使用车载电源。单是这根红线被使用，就违反了埃萨的至少3条规定。因无法接控的线接入用户脑机系统，这又是什么性质？刘主任应该比我清楚。这个新版本谁做的？我之前没看过。这个版本才是白杨市警察局和你们埃萨已经确认过的现场还原。张小泉发现电机除颤无效，怀疑脑机系统过载才接入已经昏迷的用户。况且，他的维修系统也不可能兼容其他设备。我们复查车辆时，在电箱夹缝里找到这根脑机线，这间接证明张小泉很可能使用过这根红线进入图一的脑宇宙。而且这根线不会在后台留下任何数据。我们尚不清楚张小泉的目的，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到侵害用户的刑事案件，我们会上报市警察局。更重要的是，你们绿洲出现这样的违禁设备，已经涉嫌玩忽职守罪、损害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罪，必须彻查。这就是为什么埃萨已经在半小时之前关停绿洲全部服务。据我所知，整个事件出现了2次危险。第一次危险是车辆电压不稳导致的车辆连接点磁极反转。2048年6月，绿洲在对模块公交系统的验算中，早就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模拟出了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当时人工智能算法还处于审核阶段，数据并没有得到采纳。我请问你们埃萨，这算不算玩忽职守？
交车系统有3道失控保险，包括最后的生命监测雷达，全都是绿洲科技研发的。无论是磁极倒转中被狼宁救下的3名乘客，还是车辆最终被逼停，靠的都是我们绿洲的外骨骼系统，一共救下了17条人命。这算不算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刘主任，您别激动，我也有几句话想和您私下谈谈。这根红线从哪儿来，起了什么作用，远没有您说的那么简单。我们在事后的数据恢复中，发现了重大问题。钱阳，我们留意到，在公交车失控时，整个车厢的脑电记录极其异常。随后，车上所有脑机用户同时掉线。在部分数据被恢复后，多位乘客出现了脑电数据错位甚至兑换的可能。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在对比全部乘客多时间点的高分辨率核磁共振成像之后，我们有足够的信息推测，公交车事故时，这些乘客脑内功能性连接组共用了完全相同的小事件模型。刘主任，以您的专业知识，您认为这意味着什么？相当于多个成年人思维体量的数据在车内发生了置换。这不可能！刘主任，埃萨对绿洲虽然承担监管责任，但是我们很清楚绿洲科技为白杨市乃至整个世界做出的贡献。可科技应该在人类可控的范围内得到应用。但从33路公交事件看来，我们已经失去了对科技的控制了。光我们白杨市就有将近100万脑机用户。如果这种情况再次出现，那就不是谈论你我责任的时候了，也不是挽救17条性命那么简单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数据恢复失误。真像你所说，发生了如此规模的思维置换，那乘客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异常。但根据全息画面推演，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我给您提个醒儿，当天在驾驶室里有个人全程处于清醒状态。如果我们对它进行底层视觉数据还原，就有可能发现异常。监督员女士，我也想提醒你，脑机用户底层数据是重要的个人隐私，在产品设计之初，我们就预置了无法破解的安全盒，这才是你们埃萨应该全力保护的。你是在怂恿我违反纪律吗？我即便有这个权利，也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我知道的都交代完了，3天之内，埃萨查不到有用的信息，也请你的人撤出绿洲。刘主任，你我都清楚，这事儿不会就这么结束，这个责我们谁也背不动。你们拿不出确凿证据，绿洲不会认可本案重审。刚才您看到的这2场询问以及整个事件的全息模拟影像，都是最高保密级别，按照规定是不应该给您看的。但是您逼停公交的事迹已经家喻户晓，作为白杨市的英雄，我们完全信任您。再次请涂毅先生来，也是希望您看看是否有补充或修改。我以前是不是来过这儿？你身体不舒服？没有，我也不是天天犯病。我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能为家乡做点贡献是我的光荣，全力配合。那请回忆一下，那天上车前你都做过什么？那天早班，我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都在店里工作。您的工作单位是？这个我肯定说过，德乐妹火烧店。我每天9点半都会坐33路，从胜利街回利民路。你经常会准备一个手机在身上吗？人多的地方都会备一个，万一犯病了，好让别人了解情况。根据之前的案件描述，
你上车后很快癫痫病就发作了。对，但前一天我刚有过一次大发作，连着2天都犯，我之前还真没有过。那我们直接跳到你醒后的情况吧，你也再对对。好。仔细回忆一下，有没有红线？好像有，好像又没有。到底有没有？好像有。我是绿洲负责人柳长青，能听见吗？不用担心，我看得见你。好，听到你了。现在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涂烨。很好，涂烨，你能站起来吗？能的话，接下来照我说的做。看到车厢里那副外骨骼了吗？看到了。启动它。外骨骼在这人身上呢。后面有个重启按钮，按一下。重启速度很慢。没关系，很快就好。先听我说。等重启好了，你就穿上它，爬到车顶，拼命跑，往车前面跳，能跳多远跳多远，这样就能激活紧急制动系统，车会停下。别担心，外骨骼会全程辅助并保护你的。我做不到。别紧张，来，先穿上外骨骼。脑机系统会指示你每一步的。距离撞击障碍物还有800米。还没下去。你必须做到，全车人的性命都在你手上，我们都靠你了。没时间了，你在听吗？上去了，但没穿外骨骼。什么难嘛？翻个火上能烫成这样，除了我谁还要你个废物？年纪轻轻就得了这毛病，这以后的路可怎么走啊？这不是真正的困难，坚持。你可以的，现在都取决于你，我们全靠你了。这不是。每次看都很震撼。涂先生，那我们回到主题，请回忆一下
那天晚上你有没有出现过幻视、幻听之类的情况？啊，放心，您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严格保密。没有，我当时很清醒。清醒？第一次口供中，你明确说苏醒后在地上见过脑机系统的连接线，怎么刚才又跑到你脖子后面去了？这不是根据刚才那位绿洲医生的描述，他说见过那根红线。他这么一提，我也感觉感觉？公交事件能否彻查，关系到整个白杨市的安危。你2次口供相差如此悬殊，难道埃萨要凭你的感觉给案件定性？我们现在严重怀疑，在事发当晚，你因大脑受损而导致认知失常。看来你之前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无法作为参考证据了。鉴于你精神状况存疑，之前的问询记录全部作废。本案会重启调查程序，也请你随时配合。绿洲以为能侥幸过关，实际上是在作茧自缚。这次重启的可是另一桩案子了。希望这根红线只是勒住了绿洲的脖子。别反抗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母亲吴梅和你。氧气对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物而言，曾经是毒气。生物的进化不是前进，而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生物结构越来越复杂，直到我们可以思考自身的存在，直到我们对思考这件事感到好奇。现在，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在地球数十亿年的生命史中，人类是胜利者。我们不再去适应，而是改变。可我们却不愿面对人类无法适应自己创造的环境。正如同努力去相信自己坚信的事实，正是谎言的开始。33路公交车事故原因现已查清，系由绿洲外勤队长张某在工程抢修中操作失误，导致车辆失控，涉事人员也因此受伤，致使车辆。我东西呢？让你姐姐收走了。我姐？我还不能出院。绿洲说让我参加实验计划，如果我上车。系统检测电路故障，将启动自我修复。如果通过实验，刘主任说有机会按照特殊人才培养，我就不用在火烧店里。为您推荐最优电路，预计需要。你的病情很特殊，如果实验刺激过大，会造成不可逆的后果。这几年药刚开始见效，你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大家的辛苦都白费了。说话。行了。如果拆下智能系统，行驶在城市智能道路上，这事不聊了，就当我求你，别去。我身体没事了，你送我回店里吧。来，服务员，一个火烧1碗子弹汤。得了没？一个火烧1碗子弹汤。就得了。韩鸡巴快干活！你要会派犯病发灶里头，我可不配啊！下午单子多，他医院都开了假了，跑回来干什么？当劳模啊？我不是怕后厨忙不过来吗？我们是绿洲的，请问图一在吗？没接人。
这货是里头走，早上去派出所。他要是回来了，通知我们。哎，我在了。七根回去。狗哥，那根想清楚了。正好。回去。你不可能。谢谢狗哥。这么着急什么事啊？我这刚想结束。一定不能大意啊！今天的会议很临时，为提升绿洲医生对脑基站维修的效率，我们将开启一项实验研究，利用癫痫患者服药后产生的镇静效果，阻抗潜入脑宇宙时的电流干扰。如果实验成功，可以提升绿洲医生在脑宇宙内的移动速度。因此，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挑选了合适的志愿者来帮我们完成实验。这3位是第1阶段的受试者。这个实验经过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了吗？已经拿到了艾萨批文。我得提醒你们，这个实验大概率会失败。阿曼博士，你有什么顾虑可以讲出来。你们管理层不懂技术，从没考量过可行性。癫痫患者服药后确实会有镇静的副作用，这期间呢，也可能比正常人更耐受脑宇宙的电势差。这些数据虽然在理论上成立，但以副作用作为实验立项的基础，那就是胡闹。如果强行实验，恐怕会造成严重的实验事故。阿公，您可能是离开核心部门太久。实验开始之前，我们早就进行过大量的模拟测试了。希望您把精力放在海豚的硬件保障上。哼，我们对人脑宇宙的研究只是处于早期阶段，现在的系统根本模拟不了复杂的人脑宇宙环境。那你说用什么测试？活人的脑。老阿，你的顾虑我了解，但实验必须做。我们在实验中每一步都会非常严谨，即便最终失败了，那也是来之不易的经验。可是这用活人的大脑，这确实给我们出了难题。那就别做了呗。另外，我想问啊，这个实验有必要吗？说是为了绿洲医生日常工作，恐怕还有别的目的吧？大家都知道，绿洲医生在脑宇宙中的移动速度过慢，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如果能通过这次实验找到突破口，这对我们更好地维护脑机系统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有人有顾虑，我理解，毕竟都是未知领域。但有人要一票否决，我绝不答应。我也有个问题，筛选受试者的标准是什么？这份名单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们以8周为基线期，受试者必须部分性发作至少在8次以上。我就是想问，为什么偏要选这个人？他是癫痫病患者，他各项指标都正常，明显不是普通的癫痫病。在这次公交车的事件中，我们意外发现了图毅具有超低的脑电水平，甚至比普通癫痫病人的更低，所以
也列在实验范畴之内。没其他问题了。哦，那就这样决定吧。啊，还是按原计划走，一定要保证受试者的安全。辛苦各位主任医师，我们的测试即将开始。我会拆除一个脑机站交给你们，来模拟日常绿洲医生所遇到的脑机站偏移问题，而你们需要将偏移的脑机站复位。根据安全制度，我是要跟你们一起进入脑宇宙测试，但只是保证你们的安全，并不会参与测试，请大家听从我的指挥。哟，这不是拯救公交车的大英雄吗？这次测试风险很大，要是出现什么意外，我也不一定能救得了你。我们见过面吗？受试者准备就绪。实验开始。总控已在线，涉事者已经进入模拟系统。等一下测试结束，去吃尤老板烧鸡啊！烧什么？烧鸭，不，就是那个网红烧鸡。哦，就是德州那家吧？行啊，晚上一起去。准备开启脑机符生成系统。脑机符孵化开始。脑机符序列转录完毕。脑机符脱离基站内核。脑机符生长完毕。意识倾向已导入。受试者脱离脑基站，屏蔽胶质细胞层，屏蔽血管层。出舱完毕。测试开始。你们刚刚出来的地方，是脑机系统在人脑中所建立的基站，它是由海拉细胞构成的，是人类生命科学与分子工程领域的最高成就。你们所穿戴的是第2代人脑宇宙镜像装置，也就是脑机符。对了，位于你们肩部的是功能电棒组，这是用来接收微波和储存激素的，是绿洲医生在脑宇宙中的手术工具。这些功能电非常危险，没有我的指令，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这个世界里，只是系统将你们的意识投影到了脑宇宙当中，因此你们是虚拟的。但磁性液滴手套能够帮你们完成相关的物理操作。好，我要提醒你们，你们所遭到的任何电流伤害都会回传到你们的大脑中，因此你们也会感受到痛苦。我们现在对人脑宇宙的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人脑宇宙危险四伏，所以在接下来的实验中，你们必须严格遵守我的指令，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当然，依据合同，你们可以随时终止实验。我们已经在你们的肩头预置了下线电流，你们只需要将电棒取出，插入你们的 RAY1，也就是这个黑色的盔甲，你们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安全地切断脑机连接。现在，我来教你们如何在脑宇宙中移动。正常状态下，当背部低温推进器打开时，你们只需要像游泳一样控制住自己的重心就可以了，像这样。但是想要在脑宇宙中快速移动，必须开启穿梭模式。
这和你们在生活中使用脑机系统相同。你们只需要按下穿梭模式的启动键，身后的推进器就会给你们足够的帮助。 受试者已到达指定地点，绿洲医生已到达指定地点，脑机站出牙完成，请绿洲医生开始关闭脑机站。脑机站外皮切割完毕。脑机站外皮细胞已开始凋亡。 准备压缩13号脑机站内核，手动压缩已授权，请一定小心。开始手动关闭内核。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像把手埋进泥里。压缩完毕，已开始磁力牵引。13号脑机站已完成压缩。绿洲医生即将前往偏离区，请受试者在此开始短肢带电滑翔测试。现在进入低电压轨道。已达到绿洲医生所承受电压极限。这是你的极限吧？请受试者尝试潜入更高电压区域。 3位受试者生命历程正常。 看来他们的特殊性不仅提升了飞行速度，还刷新了脑电压承受力的记录。监控已经植入了核心系统。如果躺在病房里的是你，我相信你师父也会做一样的选择。各取所需而已。老柳有什么新动作？我要的东西呢？我很好奇你要它干什么。 这事到此为止。如果出了问题，我一人担着。2号受试者被推出了电场。模拟系统中的受试者怎么可能被电流反噬？ 他不会死了吧？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这是模拟系统，不是说可以随时终止测试吗？继续下沉，模拟测试不会有危险。这是活人的脑。快跑！ 危险警告！危险信号！心智鱼群车，请尽快采取措施。总控，心智鱼群只会出现在真实脑宇宙中，明显有人严重违反了纽伦堡法典和赫尔辛基宣言。我拒绝参加这样的测试。01号绿洲医生要求退出脑宇宙。可他们……重复，01号绿洲医生要求退出脑宇宙。海出脑，投影下定。 有人强行列入了模拟机，他们一直都处于真人的脑宇宙中。能确保受试者安全吗？可以强行退出，可是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心智鱼群的出现影响了信号。现在应该立即停止测试。不行，无论这个人是谁，如果不能及时将脑基站复位，都会对他的脑产生伤害。必须保证人员安全。 你没事吧？快救人！哦，好。那个绿洲医生人呢？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先完成测试。救我！检查呼吸，快快！信号恢复，发现图异了。已重置脉冲序列，获得信号。通过质量控制，已完成扭曲校正、头动校正和层间时间校正，已完成空间校准化，已完成时间过滤。3号受试者实时位置可视化已完成，当前处于下颚枕树。3号受试者图异正处于狼飞节放电通道，他竟然飞了这么远。能联系到他吗？可以，但信号很差。我在，请保持冷静。你现在正处于真实的脑宇宙中，并且已经进入狼飞节放电区。这是什么情况？狼飞节是什么东西啊？狼飞节是神经纤维传递信息的结构。你所在的白质纤维电势变化会比其他区域更加复杂。就算是海豚，也无法给你规划安全路线。这里的电流会比其他区域强很多。这是狼飞节将进行大规模放电的预兆。我怎么做才能离开这里？狼飞节附近的电势差是十分巨大的。一旦接触这些电流，会通过意识镜像传回你的大脑，受到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你现在要做的是就地抛弃脑基站下线，但脑主会怎么样？如果你现在下线，被遗落的仍在工作中的脑基站会被狼飞节的电流击穿，从而导致脑主面临生命危险。没别的办法了吗？3号受试者，我们对你的善意表示敬佩，但我们首先要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将损失降到最小。还记得刚才的心智鱼群吗？你需要在1分钟之内找到一股心智鱼群，让他们包围你。他们的存在会让脑基站安置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接下来的工作会由我们绿洲医生来完成。只是你被心智鱼群包围的同时，会受到较强的冲击，被驱逐下线，你的脑也会遭受到一定的损伤。所以，你有权拒绝这个提议。刘主任，他们好像没有发现我，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鱼群吸引过来？我现在为你接通更强大的电流，你可以将尖头的电棒扔出去作为诱饵。成功了！3号受试者和脑基站都安然无恙。为什么我没有被驱逐下线？现在没有时间讨论这些问题。如果你想完成这个任务，那就以最快的速度将脑基站带回复位区域。脑基站自动展开的临界时间快到了，你必须拿出最快的速度。收到。艾米，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这个脑宇宙中的鱼群数量特别稀少，包括刚才包裹图异的那个，这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而且他的脑电波也异常低下。这个脑主究竟是谁啊？
老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总工，情况是这样的，就在2天前，我们接到了一起极其特殊的故障报修。这3幅画来自于白杨市1中美术专业的3名学生，他们在创作这些画时，分于不同的考场，但却画出了完全一致的画作。而这种意识错乱，很有可能就是基于我们的脑机系统传播的。他们有没有可能在考试前参考了相同的作品？我们的确考虑过这种情况，但显然这些画作远不止相似这么简单。此外，那3个学生当晚就在那辆失控的公交车上。公交车事件发生后，艾萨在车内检测到了十分异常的脑活动数据。我们也对当天公交车上所有乘客进行了检查，除了事故发生前就已经昏迷的人员外，乘客们都出现了心智鱼群稀少甚至完全消失的情况。而这3个学生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也和一些科研组织揣测的所谓蜂群症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这太离谱了。根据凯文·凯利对蜂群思维的定义，这种类似蜜蜂和蚂蚁的行为特征可以总结为：个体完全独立，目标高度一致。凯文·凯利只是个杂志编辑，他说的话能信吗？脑机系统是我们几代绿洲人的心血，也在社会生产当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之前，彻底查清原因，解决问题，绝不能让社会对绿洲的技术产生质疑。今天这场公开测试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验证我们所猜想的问题。因此，测试启用的真人脑宇宙正来自于公交车失控案的肇事者张小群。脑机站已到达指定位置。本次实验已经违反了艾萨的科学伦理规定，但为了查清蜂群症的真相，绿洲也做好了接受严厉处罚的准备。既然有这么多异常，凭什么还认定张小泉就是肇事者？小狼啊，现在的情况非常复杂，当务之急是要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你不要掺杂个人情绪。以现在的结果来看，虽然问题的根源并不在脑机系统本身，但这个问题只有绿洲有能力解决。我们也必须在艾萨对绿洲实施进一步限制之前，那也不能使用活人的脑进行试验，必须马上终止。有2股心智鱼群正在向同一方向游移，位置就在图一附近。2股鱼群一般不会向同一个方向移动，它们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吸引。如果我们能够追踪鱼群的去向，一定会有新的发现。现在脑宇宙中的环境极不稳定，贸然行动可能会让受试者再次陷入险境。公交车上的所有人都在事后的1周内逐渐丧失了心智鱼群。张小泉因为脑负荷降低，才会有心智鱼群残留现象。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愿意试一试。3号受试者，这个行为非常危险，我们会派专业的绿洲医生去完成后面的工作。你马上。刘主任，时间恐怕来不及。张小泉毕竟是为了救我才出了这件事，如果能查清楚，对我也不是坏事。图一，我已向你发送鱼群的位置，请一定注意安全。收到。看见了，他们的速度太快，我们再飞低点。这个区域的神经元放电量为什么这么大？它是不是超出安全区了？没有，但包体和轴突的放电量都出现了激增，这怎么可能？电涌还在增大，图一，快上升！
受试者被电涌淹没，但他并没有掉线。快组织抢救！怎么回事？住手！阿公，阿曼，你要干什么？救人。他现在很有可能被困在轴突中的微管里，如果不把他弄出来，他的生命体征会一直下降。你不是绿洲医生，没资格进脑宇宙。老子有6000小时的脑内工作经验，功能电棒都是我发明的，轮不到你来敲我。发什么愣？送我进去！救援队已进入脑宇宙，开始向指定区域飞行。老柳，这种情况没有过先例，一旦出现危险，后果……总工放心，阿曼和我一样，都是第1代人脑探索的发起者。在那个年代，做事要是考虑后果，绿洲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除了攻击我们以外，从不会有目的的游移。鱼群到底是干什么的？在人类第一次进入人脑宇宙时就发现了它们。这种物体以纯电流的形式存在，但却不具备任何生理功能。科研组织完全无法解释它们存在的意义。它们漫无目的地在脑宇宙中游移，仿佛是这个世界的保护者，仿佛是造物主放在这里，警告我们的。警告什么？我们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已到达指定地点，鱼群的信号已消失。那2股鱼群一定有他们的目的，你去周边看看。去呀！没有发现图一的踪迹，在它消失的位置，微管出现了异常波动。微管只是普通的纤维结构，怎么可能将图一存储起来呢？微管的确普遍存在于人脑神经元中。60多年前，彭罗斯和哈梅罗夫曾经提出，人类的意识有可能存在于微管之中，而微管内的心智世界栖息着被我们称为灵魂的东西。阿公，我想你的猜测是对的。有什么发现？你最好过来看看。看来这些心智鱼群正在牺牲自己，对抗这个变异的胞体。图一的脑电超过负荷，生命体征开始下降。拔线吧，至少还能留口气儿。等等，理论上也不是没办法，
他能掉进去，就一定还能出来。如果有人掉进井里，你会怎么办？那就扔根绳子下去，拉他上。对，而且绳子要能到达井底。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土翼在哪。微管纤维属于更微观的维度，而在脑宇宙里还有一种东西也处于这个维度。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绳子放进微管里，只要维度相同，就能把土翼拉出来。脑基站外皮开始剥落。他在干什么？他要扔根绳子下去。时间有限，这里交给你了。外皮细胞已凋亡。他们，你疯了吧？对，15年前我们就疯了。在我们把20个海拉细胞植入人脑之后，还有谁不疯呢？脑基站还没被收缩，你这样下去不光自己受损，脑基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电量。拼一下，比后悔一辈子强。警告：脑基服 RNA 严重受损，请即刻退出系统。土翼，刚才我说话太冲，你们别往心里去。那些学生就是因为那个变异。现在怎么办？炸了它。总控，把功能电开到最大，输送给我们。明白。但是功能电击中神经元后产生的电流冲击会非常大，你们要在爆炸的同时下线。开始传送高爆电流。高爆电流传送完毕，准备投掷。3、2、1。你就这么喜欢赌命吗？不该谢谢我吗？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这不是挽救了你的实验吗？那也不能搭上你的命。你就算不考虑自己的安全，也要考虑实验对象。考虑实验对象？那你告诉我，那小子为什么会出现在绿洲？你到底想干什么？筛选受试者是经过委员会审核的，
我并不知情。脑机系统现在研究空间那么大，你还不满足吗？老啊，10多年了，你总这么逼自己，能改变什么？所有人都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你为什么还放不下？现在解决风群症是当务之急。这次的事故我会给集团打报告，责任我一人承担。老规矩，你决定，我执行。这应该就是郎宁来了，坐。你师父这事儿啊，集团上下非常重视，所有善后都是一把手亲自在抓。哎呀，培养一个优秀的绿洲医生也不是3年5年的事情。我和小泉是同一批来的绿洲，这事儿放到谁身上，都不是过得去的坎儿。但咱们还得往前看，你说是吧？刘主任，你是什么意思？你师父这一伤，短时间又没人能跟你搭档，不如趁这个时间做些轻松的工作。最近就不要出外勤了，啊？行，正好我也想歇歇。为什么带我来这儿？测试你的大脑有没有受损。我说了我没事儿，倒是阿曼博士，他为了救我，他的事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想管。我早就说过，绿洲不是你该去的地方，你为什么就听不进去？你根本不了解柳长青，他们为了搞研究，什么都豁得出去。可你不行，你身体条件不允许。为什么我就不能自己做一次决定？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可我不想在火烧店待一辈子。而且这次的实验我都过关了，我能做到他们都做不到的事。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用，这有错吗？为什么我就不能自己做一次选择？进入脑宇宙不是打游戏，你的大脑每秒钟都会受到伤害。你知道为什么绿洲医生的薪水那么高吗？算了，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你想进绿洲可以，先把这个测试做完。哎，对了，你再给我讲讲公交车上的事儿，为什么叫蜂群症？还有那天晚上我也在车上，为什么我没有受蜂群症影响？想知道答案，下去了。谢谢姚总。蜂群症这个名字来源于凯文·凯利对蜂群思维的定义。这种类似蜜蜂和蚂蚁的意识体系，目标高度一致，个体具有高度独立。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自从脑机系统问世后，我们天泽就一直在研究它可能带来的危害。柳长青说的蜂群症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做过大量实验，这种意识串联的情况确实会在灵长类动物间发生，但条件极为严苛，且必须处于心智鱼群被遏制的环境下。可我们对鱼群一无所知，它的存在远超出了现代科学的研究能力。但那几个学生和他们的画作，还有变异神经元，确实都符合蜂群症的特征。是不是当晚所有人都染病了？那为什么我没事？失去鱼群，并不意味着就有异常，也许只是一个先决条件。这点我们一直在研究，却始终没有突破。现在这种病出现在人身上，后果真的不堪设想。那蜂群症有没有可能是张小泉造出来的？不可能，大脑突变所需的时间太长。我们通过人工智能计算，即便加以介入，蜂群症也要发展数万年才会有微小的症状。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符合逻辑。
我还行吧。没什么事，我先走了。你等等，小狼啊，之前的实验你也参与了。癫痫病人在脑宇宙中展现了十分惊人的天赋，这一点完全可以运用到优化绿洲医生在脑宇宙中的工作效率上。你这些年的工作大家都看得见，集团对你的成绩也是很认可的。接下来这个新项目交给你负责，图一归你带。公交事件还有很多底层疑点，心智鱼群的减少也没有查出原因，而且癫痫病人在脑宇宙中特殊表现是否具备应用价值也都不确定。贸然使用这种人，只会带来更多危险。现在情况特殊，如果我们的研究突破都是靠牺牲绿洲医生的性命换来的，那您还是另请高明吧。这是集团高层的集体决定。这个房间你一定要记住，这是以后你最有用的地方，千万别走错。绿洲的环境我已经带你参观完了，接下来工作听艾米安排。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的条件你还没答应呢。为什么张小泉会在你脑内喊出你母亲吴梅的名字？这件事比你想象的要复杂，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在此之前，你必须把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我参加测试？你在公交车上的举动已经远超出科学解释的范畴。如果你能接受测试，不仅能有助于研究你的病情，也有助于还原整个事件的真相。你知不知道，你这种病根本就不具备参加工作的条件？刘主任已经跟我说了，让我以测试员的身份参与项目。现在我就是你的搭档了。以前你师傅怎么带你，你现在就要怎么带我。一名合格的绿洲医生需要具备临床医学工作经验以及计算神经学博士学位。你充其量就是一个模式生物，跟那些小白鼠、细菌、蘑菇没区别，有什么资格和我搭档？这是你师傅张小泉教你的。师傅这两个字你不配提，张小泉这三个字你不能提。怎么，想动手？来呀！我很羡慕你，总能决定自己想做什么事。但并不是所有人一生下来就能像你一样有选择的权利。说句大道理，这事儿就这么算了？我和你不一样，我甚至没有权利说不，我只能选择保护自己。谎言不能保护任何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实话的。啊，对了，还有最后一个实验设备，你自己参观吧。我在你师傅脑子里看见公交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
直不配合，现在又回来找我问罪。这样，我提个方案，我们都能更快地得到答案，就算是我配合你。你如果有方案，可以自己去执行，不用什么好事都想着我。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不信任我了，但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相信，艾萨比我更想查清藏在公交车背后的事。你有没有想过，任何脑机系统都需要外部总控和内部人员不间断地交换数据？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可以这么假设，这事就算是我师傅做的，操作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哼，你的意思是说张小泉还有个同伙，而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发现他？你说什么？像是做了很多奇怪的梦，我还在梦里看到了公交车上的影像。这事我和谁都没有讲，我觉得那个梦肯定是张小泉的。这事出去说，这里不安全。我们可不可以假设，有人能通过脑机系统重新构建用户看到的画面？脑机系统确实可以跳过人眼，直接向枕叶传递视觉信号，但要想做到这种程度的视觉重构，技术上来说是不可能的。产生这么多的非法数据，艾萨的监管系统怎么可能毫无察觉？那晚公交车的系统故障，你们到现在查清原因了吗？颅内压升高 ，PACC 得分降低，但没大问题，死不了的。说说吧，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儿？这太离谱了！如果他能躲过艾萨的监管系统，就意味着他在100万人口的白羊市里，可以随意变成任何人，甚至凭空消失。只要找到这个人，就能查清公交车上所有的谜题。但这可能要赌上你和我的职业生涯，你敢吗？那就看你想怎么干了。计划都在这儿了。你说的这些，只是你在高压下的记忆碎片。脑机系统最大的问题就是具有欺骗性。我可以变成张小泉，你进绿洲的那场测试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只要你进入了脑宇宙，自己的意识就有可能彻底被覆盖。可是那天我真的消失在脑宇宙里了，所有人都看见了。你在脑宇宙里只是一个意识投影，一组信号而已，并不是真的进入别人的脑，也有可能是显像系统出了错乱。即便你真的进入了张小泉的脑宇宙深处，那应该是你自己的潜意识，和做梦没区别。为什么你们都替张小泉说话？因为你说的这些都不足以构成证据。你给我记住了，你能活下来就已经是奇迹了。不要再进脑宇宙，不要再靠近神经元。好，那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这套设备，还有这个，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和张小泉当晚用的一样？这些就是普通的脑机线，绿洲的事你别再掺和。我还有事要忙，你先回去睡觉吧。这几天多休息。我做了这么多，为什么你就不能认可我一回？总把我当小孩，现在你很成熟吧？1天3次，饭后吃。走的时候别走正门啊。
入侵。你伤着自己人，外骨骼这种弱人工智能，怎么可能被远程操控？这个前是安保人员前往海豚厅。再这么砸下去，海豚的数据系统会被彻底破坏。恢复控制了。为什么外骨骼会突然袭击海豚的核心部件？因为海豚控制着全市的脑机系统。如果有人在海豚里把自己标记为透明，那么所有用户就都看不见他。你是说，有人利用海豚隐身？哎，你是哪个班组的？我怎么没见过你？但是利用脑机系统做障眼法，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一旦关闭海豚这个主机，没有写入缓存的指令都会失效。所以最怕关闭海豚的，就是那个利用它隐身的人。我说的没错吧？你们现在正在面临一个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将要发生的事情会远超你们的理解范围。也许你们现在还无法理解我的所作所为，但在将来的某一天，等我们突破障碍，最终合而为一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我的解释了。公交车上的女乘客手环断电，但脑机系统仍然保持工作。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策划这一切究竟有什么目的？为什么要伤害我师父？你们两个制造这场外骨骼暴动，不但可以逼我现身，还能引来大量安保堵住我的退路，的确很有胆量。可让我失望的是，你们如此大费周章，就是想问这种问题。你今天休想离开这里！我们可以控制外骨骼，是因为艾萨拥有临时调配权限。你怎么可能？你们最大的缺陷，就是总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他并没有控制外骨骼，只是破坏了程序，才导致系统锁死。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会算到你头上，我早晚会抓到你的。制造一个敌人，并不能解决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是绿洲医生郎宁，这位是我搭档涂一。有人非法吸入了海豚，我俩已经将他引出来了。嫌疑人现在在哪儿？他刚逃走。马上封锁周边区域，所有安保人员马上退出脑机系统。胆子太大了，知法犯法，私自篡改外骨骼程序，在绿洲里开枪。公司栽培你这么多年，是让你干这个的。还有你，你以为绿洲是什么地方？我是让你跟他学习，不是跟着他犯法。你们两个现在就去人事部办手续，你该回哪儿回哪儿去。还有你。从今天起撤销全部职务，停薪留职。刘主任，您息怒啊！谁说什么都没用？我肯定不会轻饶了他们。我没有，这是我。你干什么？有什么委屈让他说。我没有要说的。你们演够了没有？擅自篡改外骨骼程序，攻击海豚，这些违法行为。不是你们内部协商处罚就能解决的。你们今天休想蒙混过关。我们虚心接受艾萨的批评指导。我已经要求各部门严肃整顿纪律，如有再犯，严惩不贷。再犯？您倒是真大度。我们今天来是要正式通知绿洲。鉴于你们严重违法情况，绿洲科技脑机业务部立即停业整顿，脑机产品及涉及业务交由艾萨入驻监管。那天引出来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公交事件的主谋。他利用脑机系统隐身，难道不是你们艾萨最该查的吗？那天海豚厅的监控都被抹掉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你说的那个人存在。这件事我们之后会展开独立调查。但你们破坏海豚的行为已经严重违法在先。聊着呢。奎爷，来，消气。那个刘主任，绿洲惹这么大麻烦，肯定是要严肃处理的。批示拿到了吗？喏。绿洲必须立刻停止外骨骼的使用，责令在3日内处理所有相关责任人，并给予绿洲严重警告处罚。秦阳，这文件是从哪儿来的？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性质吗？监察处刘处长给的批示，我也是传达。荒唐！我这就去跟刘处长沟通。刘主任，最近绿洲事儿可有点多，您作为领导得严加管理。明白。虽然此案已经定性，不再深究，但郎宁和涂毅已经严重违纪，必须辞退。而且今后不能再担任绿洲医生职务。这点会记入个人信用档案。我看这件事情今天就处理到这儿吧。刘主任，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和你详谈，你们2位麻烦回避一下。事情是你干的，为什么要让我背锅？如果我把钱阳供出去，谁站出来救我？你知道我要坐多少年牢吗？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证明你的猜想是对的。我冒这么大风险，你也该有所承担。人呢？你抓到了吗？证明我的猜想，为什么不事先跟我商量？我好不容易拼来的进绿洲实习的机会，你知道付出了多少吗？你现在跟我谈付出，你知不知道我成为绿洲医生用了多少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喊冤？
你在我师父脑子里看到的都是真的。现在当务之急是弄清风群章，还有那个能隐身的高手。这事背后，肯定还有更大的一盘棋。那就再进一次张小泉的脑，一定会得到更多真相。艾萨早就把我师父转移走了，不可能再有机会了。那现在你想怎么办？你到站了，下车。哎，你怎么回来了？我乘坐的出租车已超出营运范围，无法行驶，脑机系统也出现问题，请尽快找人来修。好的，请您耐心等待，我们将派出最近的绿洲医生前去维修。哎，也是你报销。你来找古丽的吧？不是，我来拿药。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想问，但古丽很多事不告诉你是有原因的。你们从小一起长大，你应该相信他。你看这些药，还有这些设备，他为你付出的比任何人都多。我知道，先走了。哎，其实回火烧店也挺好的，和绿洲那些人在一起并不适合你。你要想通了，我帮你把店买下来，至少有个事儿干。对不起啊。谢谢啊。那位，我有你想要的答案。今晚来市博物馆，故事舞厅。你打错了吧？你母亲吴梅曾经托我给你留下一样东西，我觉得你可能会需要的。你是谁？晚上见。我要去这儿。天河农场。2万多年前的玉木冰期，地球上存在着不止一种人类。我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有着强壮的身体和可以加热空气的大鼻子，
而我们的祖先智人却受到矮小，但他们却最终战胜了冰河时代凛冽的环境。那是因为在存亡之际，智人的大脑发生了突变，想象力的强化让他们产生了更紧密的合作能力。无数个体因为一个虚拟的目标开始了协作，最终通过了严酷的环境考验，而强壮的尼安德特人却永远消失在历史舞台。演化的脚步永不停止，虽然科技的发展让人类成为了环境的塑造者，但为了适应这些变化，我们的大脑会发生第二次突变，这会让我们进入全新的进化高度。你能听懂吗？总部的，去这儿闹啥？出租车到不了，就找你帮忙。去不成。有事要办，感谢你配合。你这脑机，我自己搞定。你把我约来，就是听你讲历史课吗？你恐怕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讲的不是历史，而是未来。什么未来？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人类的未来。第二次突变已经开始，谁也不可能阻止它。拥有开放的大脑将把人类带进一个全新的时代，而这个突变的原点，就是你的母亲，吴梅。还没到吗？到了。天河农场在哪儿？门前走5公里有公交车，你能坐上回城。你什么意思？7、8年了，总部从来没有派人来过农场，不论你要干啥，回吧。你是说，那些怪事和我妈？你母亲的大脑具备先天的开放性，她的脑完全不受鱼群的拘束，所以她并不是病死的，对吧？张小泉看见有人取出她的脑，这是不是也跟你有关？我不再说第2遍。这件事，你必须自己去找答案。到底给我留了什么东西？他留给你的，可能是这世上最珍贵的财富，是改变人类未来的钥匙。你的病，并不是癫痫。而是失去鱼群的副作用。你继承你母亲大脑的特殊性，当然，我知道你短时间不可能接受这个事实，但你要相信，这绝对不是病。就是这个特征，让你拥有了进入那个世界的资格。一切都是进化道路上的必然。你有能力和我一起探索这个新世界，
须承担起这份责任。你才是该承担责任的人。我在张小泉的脑子里见过你，你们制造公交车事故，到底想得到什么？得到一个目标，一个共同的目标。人作为个体，很难达成一致，只有在最危难的关头，大家才能产生统一的需求，那就是活下去。这是总部叫你来参加去。我不管你在这做了什么事，跟我没关系。我今天必须到天河农场。而这强大的集体意志会形成一个超意识，让集体中的每个人都展现出最大的价值。这种力量能让一群普通人变成科学家，也能让一个癫痫病发的人重拾意志，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飞奔。你说什么？相信你对这个力量比我有更深的体会。拿一车人的性命做实验，张小泉也成了你的牺牲品，这样的未来没有人想要，也不会开始。自从脑机系统问世的那天起，人类就已经打开了大脑的黑门。是他们加速了蜂群化社会的进程。如果没有脑机系统作为平台，也不可能出现你们所说的蜂群症。我只不过是通过实验测试蜂群思维所产生的超意识。我必须成功，趁现在还来得及。这样小泉的牺牲才不会枉费。让这么多人付出代价，你有想过他们的感受吗？马嫂，哎，哦，来客人了，坐。马嫂年纪看不出，这农场就他一个人看着。总部的同事说来农场看一下，我估计有啥事要问。我一个瞎老头子，知道什么？您知道物境基金会吗？没见识，啥也不知道。来，喝茶。当年这家基金会资助过这里，也是他们建了天河农场。想象一下，世上所有的科学家通过蜂群思维进行研究，那么人类将在短时间内拥有星际文明的科技高度。强大的技术能让这个世界不再有疾病、饥饿以及没有答案的问题。公交车上的3个女学生都已经丧失了自我，你还说这不是病？当然，任何演化都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很幸运，有一些过程是可以被跳过的。
你和你母亲的大脑并不完全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你脑中所散发出的蜂群思维能够进行负反馈调节，不会轻易被干扰。只要再多一些尝试，用不了几代人，我们就会彻底适应蜂群社会。我猜你会说，总要有人做出牺牲，对吧？哎，你到底想问个啥嘛？辅助视觉镜这么旧了，您戴上还能看见东西？反正不常使，擦板子的时候才用。双门系统，这是阿尔法版，什么时候装的？到现在还能用，应该有人经常帮你维护吧？这只是个测试系统，是禁止安装的。我知道这东西违规，是我求黑娃帮我修的，你别难为他啊。您别紧张，现在政策变了，我就是总部派来给您维护的。要维修这个系统，一个人肯定干不透，我俩一块儿帮您看看。我在外面总控，你进去。莫老师设备，人高也修不成。那就添麻烦了。主机带了吗？用不着这东西，你躺下就行。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去停下那辆失控的公交，我洗耳恭听。好，就算我相信你，可你和张小泉一起制造事故，用我激发蜂群症，然后做实验，我想事情不会到此为止吧？绿洲医生准备进入休眠状态，3、2、1。老先生，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当年给您安装这套系统的人，您还有印象吗？相册。照片上怎么没有你？我需要你的帮助。你能在小泉的脑宇宙里进入那个世界，绝对不是偶然。这证明人脑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宏大，这一定会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蜂群思维。我知道，你现在肯定觉得我疯了，你可以不相信我，你去找阿曼努尔，他会告诉你想要的全部真相。那个时候，你会回来找我的。你认识阿曼博士？你究竟是谁？你这么想拉拢我，总该告诉我名字吧？这是我拍的第一张照片。这几个人，您都还记得叫什么吗？有个戴眼镜的，名字记不住了。领头的好像姓刘，还有一个姓张的。那这个最年轻的小伙子，你有印象吗？哦，对，那个小伙子我有印象，我叫袁志仁。袁志仁，日子久了，这名字啥的都不重要。你要的已经得到了，你是不是该把我也连上了？你回来，我的问题还没问完。我妈究竟是怎么死的？你站住！
有些东西看不见也就罢了，这一看见就放不下呀。机器也修完了，你该走了。你照顾他这么多年，也费心了。最近我总想起艾萨问我的话。6月9日晚上你在做什么？师傅，那晚您到底在做什么呀？我相信您一心想为您洗擦冤屈，可到了今天，我真的不知道还能不能擦干净。我没空，咱俩也没什么关系了，别再找我。公交车上那个人来找过我了。你想干什么？见面说。你是不是先解释一下？哦，他给我的，他叫袁志仁。不过古力帮我查过了，这具外骨骼是干净的，只是被解锁了自主权限，还锁定了我为寄主。为什么约在这儿？这你比我清楚，除非他能在水上漂着，否则他听不到我们说话。你终于学聪明了。我有个计划，可以查清楚他的底细，只有你能帮我。我看出来了，你小子心眼比谁都多，可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再相信你？你不用相信我，但我知道，神能告诉我们他的底细。如果你没有兴趣，现在就可以走。这种型号的外骨骼我从来没见过，你最好小心点，别把谁的话都当真。他跟你说了什么？还有，你在我师父脑子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说清楚，我们没得谈。别看，你不是被开除了吗？你怎么进来的？维修设备借我用一下。你错了，被罚是要坐牢的。少废话，干嘛就给你。别叫唤。是他让你来找我的。你和袁志仁是怎么认识的？来，坐。袁志仁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计算神经学家，年轻、勤奋，可惜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了，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都很天真。41年
69号项目刚刚开始，我、老柳、小泉还有他，我们的确一起共事过。完了，完了，就这么简单。后来他离开了绿洲，我们再也没见过面。我妈是怎么和脑机系统扯上关系的？这件事跟你母亲没有任何关系。你以前是我妈的主治医师，我们得的不是癫痫，这事儿你不可能没发现吧？又来了，你好好想想，你母亲生前脑机系统还没问世，怎么可能进入她的脑宇宙？说什么没有鱼群都只是推测。当然了，你的脑内确实有一些异常，但你没有心智鱼群并不代表有问题。现在柳长青也拿这个来讲故事，搞得人心惶惶。发现脑机系统有缺陷，就扯出个蜂群症大件。测试的时候，鱼群去攻击那个变异结构，又怎么解释？人脑里有几百亿个神经元，不会因为一个出了问题就有什么改变。我们对鱼群的理解也非常的粗浅，袁志仁想在这上面做文章，那完全是无稽之谈。你不是搞专业的，不要瞎掺和。还有啊，我告诉你，离那个狼宁远一点。你对新药的反应刚刚稳定下来，不要拿自己的身体胡闹。看来你对蜂群症也并不是一无所知。那好，我就问一个问题，问完就走。我妈的死因并不是癌症，对吧？绝地蜂听说过吗？一种吃肉的蜜蜂。生物行为学家在很多年前做过一个实验。绝地蜂这种昆虫啊，每次捕猎回来，都要先回到洞中检查，然后再把猎物拖进去享用。他们很惊讶，这样一个简单的昆虫，大脑还没一节线头长呢，它们怎么能产生如此复杂的行为和认知呢？我不想听你讲故事，你就不能……然后，他们做了个实验，你看啊，每次绝地蜂下洞的时候，他们就移动一下洞外的猎物，你猜怎么样了？绝地蜂回来发现猎物被移动，竟然又重复了一次这个程序。这个实验一直进行了40多次，绝地蜂仍然像机器一样重复着这些流程。你就不能清醒一次？为什么非要瞒着我？很多看似复杂的事情，在它背后只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袁志仁说，蜂群症是因为脑机系统才出现的。蜂群症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种东西，都是臆想。昆虫的行为只是看起来复杂，科学是由无数个学科一代代积累起来的，怎么可能通过一个算法就凭空取得突破？这根本不是人脑能实现的思考方式。一心想让自己研究名震四海，抛弃良心，捏造出一个不成立的逻辑，最后又得到什么呢？失败了，懊悔，辜负了，迷茫。我妈的脑子是不是他们？我早说过，这个老酒鬼一句实话都不会跟你讲。可我们只有2个人，都进去了，谁做总控？
最近 SA 增加了对脑机系统的管控，无论你们想做什么，我只能屏蔽海豚3分钟。如果你们不能及时出来，我们3个就等着吃牢饭吧。知道了，我要提醒你，每个人的神经元放电模式并不相似，你也许不会像上次那样。如果你现在后悔，把我弄出来就行了，我是死是活自己担着。你俩不会又想进去吧？图一你不要命了，上回干好你自己的事儿。功能键4个单位。还是那么暴躁。他没掉线吧？没有，跟个膏药一样，贴得死死的都不掉。这个图印究竟是个什么怪物啊？持有时间也太长了。放心吧，他死不了。癌细胞扩散得太快，我们已经尽力了。吴女士，你回去吧，我说过了，他不在啊。我不会耽误他太久的，真的。回去吧，啊！吴女士，阿大夫，你可来了。你不是说这个病没有遗传性吗？为什么我儿子也出现了癫痫症状？吴女士，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这个病非常特殊，我们暂时还没有解决办法。你看，我也离开市医院很久了，你总是这样来找我，真的解决不了问题。那我儿子，他是不是没救了？哎，吴女士，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起来说话！我求求你，救救他！我上个月确诊了肺癌晚期，肯定熬不过半年了。我们都知道，吴女士，你起来说话。这个病
折磨了我40年，我没过过一天正常人的日子。小姨她才11岁，她绝对不能和我一样。吴梅，这里是绿洲，不是医院，再这么闹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你这个病根本不是一般的癫痫，而且病例只有你一个，医学上连个研究先例都没有，怎么可能拿得出治疗的办法？我求求你们，我做什么都行。他还这么小，一个人走不下去。你们的时间还有1分钟，时间一到，海豚发现我们非法运行，肯定会强制关闭系统。都守时也好。再等等，我们得尽可能为他争取时间。你把他从那里头拉出来，再到下线也需要时间。你们还有最后40秒，别玩命行吗？知道了，时间快到了，你就走下线流程。机会就这一次，就看这小子有没有这个命。阿曼博士，您在吗？你快出来，来人了！时间还没到，你想办法顶住。我怎么顶啊？阿曼博士，你没事吧？阿曼博士，那我进来了，博士。嘘，又喝多了，刚睡。没事，少些饮酒。嗨，我这不是下个月要考核了吗？我焦虑啊。看来你已经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了。现在这个袁志仁在哪儿，究竟想干什么，谁都不知道。从我得到的线索看，我师父跟他的关系也越查越近。我拼了这么多年，连个绿洲医生的身份都没了，你叫我哭了吗？你跟我说说，都看见什么了？阿曼没有骗我。我这次进入的那个世界，和你师父的完全不一样。这个世界没有变换的场景，里面只有一条隧道，像是有很多气泡组成。你说的那个隧道是微管，是用来支撑起细胞结构的。我在里面看见了阿曼博士的很多回忆，还有和我母亲有关的。那不是回忆，也不是梦，那是什么？一两句话跟你解释不清楚。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人的心智世界吧。心智世界。看来彭罗斯与哈梅洛夫对微管的猜想是对的。他们一直坚信微管里携带着人类的意识信息，这种信息甚至可以通过量子级别被存储。这个无法证伪的猜想，今天可能被你证实了。人类的意识信息。对。但我们更习惯把它叫做灵魂。
大夫，我是吴梅，我在绿洲隔壁的酒店，我有重要的东西要给您，请您务必抽空来一趟。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给您打电话。这么多年来，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还没有好好感谢您。尤其是遇到我这样的死缠烂打的病人，更让人头疼。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因为我今天做了一个决定，一个自私的决定。无论能不能成功，我都要试试，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您可以选择取走我的大脑，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当然，您也有权离开，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知道我这样做确实非常唐突，非常自私，但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孩子像我一样被这个病折磨一辈子。我没有选择，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自愿做这个病症的第一个案例，供你们研究。无论结果如何，如果你选择留下，这就是我请你帮的最后一个忙。如果一切都进行的顺利，小图也有幸能治好，也请不要告诉他这一切。我不想让他永远活在对我的亏欠中。我也希望您能够帮助他，教导他，也许有一天，他也能成为一名像您一样的医生，报答这个世界对他的宽容。看来老阿颓废这么多年，还是有原因的。这也和我查到的线索一致。你母亲的脑，正是后来69号项目的研究核心。很遗憾，这项研究并没能治好你的病，但却成为了后来研究脑机系统的关键基础。对了，你这些年的生活费，应该也是他们负担的。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我这个人脾气是暴了点儿，但大是大非还是分得清的。之前那种情况，我只能孤军奋战。我师父的事儿让我开始怀疑所有人：柳长青、阿曼、古丽，还有你。也许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不能说的事儿，当然，也包括我师父。我好像也在天泽见过他。什么时候？在他约我去博物馆的时候，当时他就在我身边。这么说，古丽和姚倩书也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干嘛去？他在哪儿？哎，你没事吧？后勤出了问题，他们自己打开电子锁，都跑了。这我管不着，我要找照片上这个人。袁叔，你找他干什么？他叫袁志仁，就是策划整个公交事件的人。哎，那个事儿不都已经……公交车的失控并不是意外，所有事情都和他有关。他的目的是散播风群症。风群症？这不可能。袁叔就是我们天泽的内勤人员。平时只是负责饲养猴子。袁志仁在天泽这么久，你会什么都不知道？你少在这撒野！我真的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不过现在看来，今天猴子逃跑，可能不只是简单的意外。会不会跟他有关？这门锁头被拆掉了。你们看。哎，你干什么呢？这里人不好上去，是猴子存的饭吧？猴子应该不吃这个吧？恒河猴也没有囤积食物的习性，有可能又是行为串联。你们是不是给猴子做过脑机系统？我们的确在猴子身上做过剥离心智鱼群的实验。但从来没有出现过行为异常，研究蜂群症也不犯法。袁叔从来没有参与过。这就是你说的什么都不知道。后山有监控吗？你最后一次看到袁志仁是什么时候？今天早上，我看见他在喂食，没有任何异常。猴子经过训练，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吗？可以，但需要很长时间。可他每次都是喂完食就走，不可能有时间训练猴子。哎，停好，循环播放这段，放大。这群猴子已经感染了蜂群症，摘手环，袁志仁有可能就在附近。我真诚地邀请你们和我一起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突破。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误会，但这些都不重要了。不用了，今天他想让我们看到他。
车上有外骨骼吗？有一副消防型的，没有你们绿洲的权限那么高，我改了改，做个助力没问题。好，能跑就行。你们没装备，回天泽等。等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把他给抓回来。不行吗？要不要帮忙？你还能飞过去啊？信我吗？请出示下证件。给实验室送样。委员啊，怎么没发物流通道啊？东西怕摔，自己送来踏实。好，让他进去吧。猴子在那儿。他费这么大劲跑到这里，究竟想干什么？新闻里说今天有一批疫苗运到这里，他要这东西能干什么好事？你去拖住他，我有办法阻止他们，到时候会合。你一个人行吗？信我吗？那个袁叔在公司多久了？我记得涂毅出院的那天我做的面试，快2个月了。他有进过地下室吗？地下室虽然安保严密，但如果是他的话，想进去不成问题。袁志仁，袁志仁，郎医生，你们的速度有点慢。袁医生，没想到你费这么大周章，就是为了干这个。我说过你会回来找我的，你没让我失望。
你们当年为什么要烧实验室？你现在想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很可惜，这个世界并不是由好人和坏人组成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永远是技术，而能够掌控技术的，往往又被善恶裹挟。我也曾经和你一样，只关心过程的好坏，而不是最终的结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我们不一样。谢谢你的礼物。你会相信我的。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德乐美火烧店的生意那么好吗？是因为狗哥严格把控每种配料的比例，驴肉少放了一味料，吃起来就会完全不同。一个道理，如果蜂群中的体积中出现了缺失，少了一只猴，就像少了一味料，他们也会乱吧？要不是因为我被开除了，我还真想培养培养你。带他回天子。剩下的猴子万一醒了，会继续完成他们的目标。现在管不了这么多，我要进入他的心智宇宙，所有的答案都在里面。不行，万一要……死了。要阻止猴群，我们必须进入他的脑宇宙。你们可真行，赶紧送回你们绿洲吧。天泽没那套设备。事到如今，没什么好瞒的了。哎，这些东西要是让钱阳发现，至少能连升3级。你们胆子挺大呀，啊？你也不小啊。你知道因为这根线我失去了多少吗？这些线是给猴子们安装阿尔法脑机系统的。你挺能装的。我们得一起进入他的脑宇宙，然后我再进入那个心智世界里。古烈，都准备好了吗？随时可以进入。上次测试结果可是绿洲的保密信息，阿曼这都敢告诉你，你这是监守自盗。
实验报告是图一给我的，他作为受试者有资格分享信息。怎么，你还想再开除图一次？啊，对了，我忘了，你也被开除。阿尔法系统没有经过海豚的升级，这种早期装备在脑宇宙里都不安全，进入心智世界只会有更大的风险。我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的。原之人脑子里有你想要的东西。你干嘛？你们再聊一会儿，万一他醒了怎么办？你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可以自己做选择的感觉。各单位进入休眠模式，准备进入脑机系统。3、2、1。这个玩意儿我要了我们所有人的命。阿尔法系统虽然没有绿洲脑肌肤的 RNA 外皮，但仍然可以执行大部分绿洲医生的任务。这个系统一没有电棒组，二没有磁吸手套，怎么执行？我现在就传一组功能电给你。你们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阿尔法系统是通过电流直接刺激你的身体，从而进行功能电传输的。我现在知道艾萨为什么要启用这套设备了。当年设计这套系统的科学家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研发试验的。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至少上万小时的电泳实验。我可没有你老爸那本事。老宁，记得用脑机站拉我出来。想安班不是命，给我5分钟就够。你最好想清楚你在做什么。做选择。古力，你就由着他这么疯吗？从小就这样，一旦认定了，谁也拦不住。恒温库房遭到入侵，请求支援。重复，恒温库房遭到入侵，请求支援。
人们寻求答案，却离问题越发遥远。寻求答案的过程往往比其结果更有意义，而我们却只顾向答案索取价值。在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我们都在选择自己的未来。为了维护个体的利益，这些选择总是充满代价。认知会蒙蔽人的双眼，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只会让我们离答案越发遥远。再庞大的计算，都是由微小的字符组成。人们寻求答案，却离问题越发遥远。瞬间与永恒并网，初始与终结同在。先完成脑机站外皮剥离。收到，外皮细胞开始凋亡。郎宁，你现在移动脑基站内核是不是有点早？难道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吗？我先把内核推到指定地点待命。这套脑机服，我穿着浑身发痒。那是因为这套系统的电压没有绿洲的稳定，你适应会习惯的。这个破地方，还有这套破系统，我1分钟都不想多待。你这破脑机服，开启穿梭模式。这不是绿洲系统，没人伺候你，你自己能开权限。古力，这怎么回事？是不是被锁死了？系统一切正常，脑基站也不会存在被锁死的状态。这怎么可能？我猜，有可能是因为他昏迷时，蜂群症正在发作，由于某种原因，让他的脑基站内核处于某种平动点状态，就像往山底推石头一样。那图一怎么出来？让我想想，如果能找到上次那个变异神经元，把它炸掉，也一定会产生微管开放。别开玩笑，我们上次能碰到变异神经元，完全是运气好。原智人这个大脑蜂群症发作太久，心智鱼群早就死亡。我们可以找，还有时间。根本不可能的。这也有200多亿个神经元，我想跑一遍，这辈子都不够用。郎宁，你在干什么？傻等着也不是办法，我炸开个口子，说不定能把它拉出来。这行不通的。心智宇宙是由微管组成庞大而复杂的环路。你把神经元炸断，微管中的涌动就会停止，这段微管就会被废弃，但环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图一仍然会在环路中运动。我爸上次能把他救出来，就是因为用脑基站内核撞出了一个门，才终止了这种运动。舍不得了吧？毕竟是我们几年的心血，还有好多事没做，还有好多事能做。这果子再甜，也是恶鼠结下的。
吴梅的大脑最多再撑2个月，时间一到，他们一定会去找新的替代品。等他们发现吴梅的儿子和他一样的时候，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去找老柳，我们也可以向全世界求助，一定会找到延长大脑活性的方法。然后呢？是。那你说怎么办？他在里面连个动静都没有，我就在这等着，他会永远被困在里面。等等，你说他没有动静？郎宁，如果我再给你强一些的电流，你能承受得住吗？你想到什么办法直说。只要图一还没有断线，他的意识镜像就仍然与我们相连，只是微管屏蔽了大部分信号。如果我们可以强行增加这个信号，虽然不能把它拉出来，但它只要回应，我们就可以确定它在脑宇宙中的物理位置。那还等什么？委屈你了。这脑子早晚会失去活性，结果都是一样。脑宇宙的魅力太大了，所有人都想永远研究下去。你接下来想去哪儿？我会继续研究微观，至少这不需要吴梅的脑子。只要积累的数据够多，就有可能验证量子调谐还原论。你呢？未来想要研究什么方向？未来，我现在只想喝点儿。电量不够，调到最大。再来！再来！慢走。我以为你再放大一点看看。好，这怎么可能呢？没事不？哎，你干嘛呢？快下来！工友们，晚上好。你们非常幸运，将有机会见证一项人类史无前例的进化。说什么疯话呢？赶紧走！工地禁止闲杂人员进来啊！我知道你们的工地现在正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你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他也解决不了，怎么办？工期超时，施工单位不可能再补贴资金，租海豚重新计算，你们付不起费用。你们几个把几人弄走。你们要爆破的大厦在计算上出了大问题，现在完全停工了，对吧？爆破工程师对球坐标系下方程计算不完全，现有炸点设计根本不能确保安全倒塌，时间和成本早就超过了预期。你们想要的那个炸药量不可能批下来，你们也意识到了。剩下的几天，除了用手把这栋大厦拆完，没有任何办法。我们确实遇到了这个问题，但现在没得资金，做不到算力。你一个人又能解决啥子嘛？我们不再是一个人了。这又是啥子啊？你们的难题，用了我的方法，你们很快就能解决问题。给我1分钟。
这个都是技术工人，咋可能呢？这是咋个做到的啊？思维共通，聚沙成塔，风群思维所产生的超意识，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天才。没错，当每个人都是天才时，这个世界就不再需要培养人才了。年轻人不必再花宝贵的青春去学习几十年的基础理论，才能开始创造。每个平凡的大脑都能变成珍贵的资源，在短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技术飞升，但你还是你，他也还是他，思想高度统一，个体完全独立。我们已经迈上了人类进化的新起点。有信号了，看来只要维持足够长的时间，就能联系到他。脑结漏了，他撑不住了，马上停止！不能停，我才刚开始。郎宁，现在不是你逞强的时候。如果图一走出来，会再带上你的。你之前不是说那些科学家每个人都有上万小时的电泳经历吗？我这才2分钟而已。你父亲还有我师父，他们应该承受了比我现在更多的痛苦。我不能让这几个老头子给逼下去。对了，你们知不知道，这电流一过，身上一点都不痒了。郎宁，是你吗？这也就是为什么只有你能够帮助我。用不了几代人，我们就会彻底适应蜂群社会。付出这么多代价都是因为你，今天我们都没有选择。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定位到他。
再给我！你有能力和我一起探索这个新世界，你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这个病折磨了我40年，我没过过一天正常人的日子。所以他才11岁，他绝对不能和我一样。我知道你想把我留在这儿，我知道你想把我变成你，你想把所有人都变成你，但你从来没有问过，你从来没有问过别人想不想变成你。这个世界的确是他经历的，但也是你想让我看到的。但你不希望我发现，你并不属于这个大脑，因为你和我一样，也是入侵者，对吧？但我记得，脑机系统是直接通过枕叶成像的，和我们的视觉一样，只是一种信息。一种你强加给我的信息。你一定很好奇，我是怎么发现你这个弱点的吧？你可以代替我看这个世界，但不能代替我思考。因为我最讨厌别人替我做选择。管理的信号坐标，绿洲医生正前往目标位置，准备执行摧毁任务。你说什么？其实你不叫他们来，我也能把图引弄出来。这么多事还没把你叫醒。本事都挺大呀！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
你们今天一共违反了多少埃萨的条例？至少30项，这还不包括我们绿洲的，真了不起。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出格的事，但和你们比，我相形见绌。当然，我今天不是来骂人的。我是来道歉的。脑机系统是绿洲的产品，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我柳长青难辞其咎。袁之仁这个人，在绿洲工作过，我和阿曼都认识。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也没什么不好讲的。10几年前，我们一起研发了这个系统。他是程序设计师，阿曼是脑专家，还有工程师张小泉，项目负责人是我。你也不是今天才知道他想干嘛的吧？袁之仁比我了解这套系统，他当年对这方面就有很大热情，特别是一些研究禁区。我们开发脑宇宙一直都很小心，这里涉及的伦理和法律问题，稍不留神就会葬送掉项目。但研究了微观以后，这个人的确变化很大。但当时条件不成熟，他并没有流露出什么观点，这点我和阿曼都有印象。至于你们说的风群症，其实在公交车事故的时候，我确实考虑过问题出在很了解系统的人身上。但你害怕说出来丢了官。你知道脑机系统现在有多少用户？我们不可能只因为一场车祸、几个数据异常，就让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停摆。系统谁来运营？今天的事儿，公交上的事儿，哪个不是牵扯到人命？系统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阿年，你是受了很多委屈，但你们绿洲要是爱开会就回去开，别在我们这打官腔好吗？刘主任，要不是你求的，我们会来这儿吗？这事儿是我们天泽给谁擦屁股，你弄清楚了，脑子坏掉了。现在袁志仁的风群症都让我们治好了，你不道谢还在这还没完呢。你说什么？这事儿还没完呢。我在他的心智宇宙里看到了他计划的未来了。他的下一个目标是飞机场，我只看到一架飞机。我觉得那是他想让我看见的。侯山也一样，他一直希望有人能看到他的行动，好像是想证明什么给我们看。我们现在积累的经验，已经可以构建一套驱除风群症的流程了，对吧，图一？你最后在心智宇宙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神经元坐标，这样变异神经元就可以被定位，也可以被销毁。没错，只要复制这个方法，他来一次，我们解决他一次。你问问郎宁有几条命呢？再打电流进去。如果使用绿洲的脑机服，阿曼，要不是为了给古力收拾摊子，我不会带着大家来冒这个风险。绿洲今天做的已经过线了，我们这么挑战艾萨，再闹下去，全世界都会怀疑这个系统。你搞清自己的立场。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剩下的我们善后。在没有找到具体证据之前，凭几个一时残片就妄加揣测，再这么闹下去，谁也没有本事收拾。绿洲的，都跟我回去写报告。这件事，你们天泽就不要再插手了。爸，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你还记得你有家？你知道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吗？自从你开始做脑机系统，你就每天泡在你的大理想上，然后呢，理想实现了，系统上市了，我没见你开心过一天。对，你总有新的难关要过。你把这辈子都扔在这个系统上，可以，那是你的人生，我没有意见。你可以不管我们，我也没有关系。古力，但是现在你们的系统出了问题，你连自己的事业也不管了吗？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些年到底在逃避什么。古力，阿曼博士的风群症的根是我们这代人的事，你们解决不了。你说的对，我这辈子太自私。
常秘书啊，天泽所有问题我们都已经和艾萨交代完了，现在和你们绿洲没有任何瓜葛，也不想再有任何关系。无论你今天来做什么，我都不欢迎。我已经不再是绿洲的人了，我今天来只代表我自己。唉，这刘主任为了善后，真是大义灭亲啊。那您是来我们这找工作的？我是来给你们投资的。啊，我老爸姚世勋，你没听过？耀世集团你总知道吧？哎，你觉得我差你们多少投资？来，你说个数，我打给你。6万亿。现在绿洲的总市值。你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啊！我可以向你们提供全套的技术，你们拥有全部研究使用权，以及全套的软件硬件支持。哼，想拿我们当枪对付风群正，赢了绿洲得利，败了也不丢名。姓柳这步棋下挺稳啊。这件事与绿洲无关。那么，代价是什么？常秘书，您怕不是来送温暖的吧？风群正蔓延，脑机系统被禁，国产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停用，人们不再信任任何脑机系统，技术倒退，所有前沿研究搁浅，这个代价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吸引力？你少在这吓唬人！你们绿洲是不是觉得自己挖了坑？如果我们合作，你们必须提供脑机系统全套源代码，包括共享用户数据库。做不到，艾萨也不可能允许。那请回吧，我们爱莫能助。古丽小姐真是会还价。这样，400公斤钻石，用完为止，我们不担责。艾萨查到你，你们自己处理。半吨，明天我们就能开始。咱们缺钱吗？成交。明天我的人会到位，你有15天时间，之后我来组织工作。别走啊！哎呀，你疯了吗？量子神经元计算机的算体等重于钻石，500公斤的算力，差不多等于一个小国的年使用总量，多少钱都买不来。绿洲白给我们一个迷你海豚，那天泽明天就能 IPO 了。他们下这么大的本，肯定没好事。这柳长青究竟想干嘛呀？柳长青是对的，要和风群正开战，就得先有一支部队。老宁，你来了。你们就打算在这种地方对抗风群正？啊，常秘书把设备都配齐了，快把整个绿洲都搬来了。这个环境呢是有点局促，但绝对够用。哎，躲开！我看你们是把整个火烧店都搬了。常福在哪儿？哦，现在人手不够，常秘书应该在测试区。这边走。这设备从哪儿来的？这套脑宇宙训练系统在咱们绿洲原有的设备上进行了很多的改良，甚至还能模拟心智世界的一些测试环境。你们哪儿来的资金？钱都是姚总出的，光这套设备就6000多万。这是什么？黑门。你给我打电话，就是叫我来和你一起犯法的。我们受限于艾萨，风群正的事情不可能通过官方渠道解决。现在不清楚他下一步行动将会在什么时候开始，但在此之前，我必须抢先训练出更多的黑门医生来治疗风群正。常秘书，数据比我们想象的要稳定很多，可以批量升级了。你要是有顾虑，现在就可以走。那个狼哥，我先去忙了。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还不了解我们正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说实话，就连我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总要有人站出来解决。我知道你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付出了很多代价。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搞科研做技术发不了财，就算苦干一辈子，也不一定出得了名。但我们是开路的人，开什么路？出路。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在这个世界遇到难题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选择，一个可以继续走下去的选择。但在此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先问问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走这条路？你们所有的牺牲、放弃，可能换不回想要的结果，甚至搭上自己的一切。你们最好先问问自己，愿不愿意面对失败、痛苦？愿不愿意在自己绝望的时候，仍然选择相信？相信当人们面对难题的时候，我们就是那群有能力给出答案的人。张小泉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绿洲医生。从我来绿洲的第一天起，我就把他当做我的目标。但我逐渐发现，有个人比我做得更好。他和小泉一样的偏执好胜。有时候决定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他的缺点，但这个缺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会变成前进的障碍，除非你直面它。我希望柳长青这次想要的结果，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牺牲之上。我也希望你的这些漂亮话能让他们活着看到问题被解决的那一天。来吧，让我看看你们究竟想用什么方式找到答案。世界从不缺乏导火的心，这说明了黑暗无穷无尽。就算走在火焰失去质地，也要双手捧着灰烬，加入无尽天择。生命突破光明。后继。行不行啊？你快点，爬的都比你快。就这么点速度，快点！行不行？你快点，爬着都比你快。就这么点速度，放弃吧，回火烧店嘛！干吧！快点！创造下一个传奇。不断重复这场旅行，探索身体无限的潜力。就算被困梦魇中的记忆，痛苦是真实的自己。根据之前的经验，我们已经掌握了可以治愈风群症的方法。黑门可以将我们在脑宇宙中工作的能力以几何倍数放大。这一切完全是为了在心智世界内外的黑门医生能够拥有足够的电能支持。我们为此开发了第3代脑机系统，所以我们将分为2队进行训练。在脑宇宙内工作的黑门医生由郎宁担任组长。你们的工作是在接收到心智世界发来的风群症坐标后，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指定位置，并消灭因风群症而变异的目标神经元。我知道有很多人等着看我笑话，今天我们就来做个测试，你们当中有谁能够比我快，这个组长就由他来当。如果我拿了第1，那你们所有人都要遵守我的训练方式。这是干什么？我的训练方式。还是这么暴躁。早知道跟文昭换组了。我也只进过几次心智世界，但要想在筛选隧道的巨大电流中保持清醒，光靠意志是不够的。那还能怎么做？关闭自己的大脑。我想我能够做到这点，
是因为我的病。从10几岁开始，只要我的情绪过度波动，就会出现小发作，完全失去意识。但后来我发现，癫痫小发作前是有预兆的，只要在这个时候关闭自己的感官，就能避免。所以这种训练我每天都在进行。所以呢？所以你们必须先体验我的感受。这么训练，不如再找几个癫痫病人算了。海豚的计算结果证明，只有保持极低的阿尔法脑波，才能成功通过筛选隧道进入心智世界。也只有依靠强大的意志，才能在超意识造成的幻境中保持清醒。黑门医生必须战胜这种幻觉，才能抓住超意识，并获得他所在的神经元坐标。而这些只有图一做到过，所以进入心智世界的黑门医生必须按照组长的要求进行训练。如果拒绝，可以随时退出。世界从不缺乏导火的心，这说明了黑暗无穷无尽。就算走在火焰失去质地，也要双手捧着灰烬，踏入无尽天德，生命突破光明。后继，生命散落在心境，信念将我们聚集。一切手提现金将得到指引。超意识全力反击，创造下一个传奇。继续不断重复这场旅行，探索身体无限的潜力。就算被困梦魇中的记忆，痛苦是真实的自己。一切手提现金将得到指引。超意识全力反击，创造下一个传奇。你总不吃啊？吃不惯。狗哥，没想到姚大小姐咬这口。我们是来谢谢狗哥的。狗哥，最近没时间打理火烧店，是不是损失很多啊？没怎么，就是房东一直催着我搬走，哈个老家伙一不交租子急眼，我可不管他。这店面房东不愿意卖。白杨市还有你买不起。对啊，所以我买了整条街。喂，是黑门医生吗？我听说你们可以治疗风群症，对吧？你是怎么知道黑门医生的？我要报案。白杨市现在至少有200人已经感染了风群症，只有你们能帮我。你想出题？好，我们陪你玩，但最后你必须为所有的事付出代价。时间来不及了，拜托你们。只有解决了这件事，才能真正制止风群症，让大家不再生活在恐惧里。能说说具体情况吗？我只知道，在一架坐满乘客的飞机上，飞机的正副驾驶员还有空乘都已经感染了风群症。航班号是……一时半会儿真想不起来了。哦，对了，与此同时，在白杨市区好像还有4个感染者，你们忙得过来吧？你就算单纯消灭他们的风群症，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吧？让我想想，他们很有可能被安装了爆炸装置。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脑机系统掉线，那么地面和空中的人就都会……也就是说，我们还要同时消灭这些风群症，才能确保所有人的安全。
是的，但飞机已经起飞了。我想，在燃料耗尽、飞机出事之前，你们应该先去急救人数多的一方。当然，这个选择权就在你手上。这么做，究竟想得到什么？请你们一定要尽快行动。我知道的已经全都告诉你们了。再见。他分明知道我们8个黑门医生只够救4个人，故意设死局，无论我们怎么做都会成为罪人。他就是想让我们守成战戏。先回黑门厅找常福。各位乘客，飞机将在2小时后抵达本次航班的目的地北京国际机场。现在乘务员正在为您提供餐食、茶水和饮料，欢迎您使用。需要用餐的旅客请关上桌板。我谨代表全体机组人员感谢您乘坐白羊航空。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找到飞机以及地面那3个人的下落，否则不可能同时消除他们的蜂群症。飞机的下落我去解决，地面上的事你们想办法。你说的容易，天上才有几架飞机啊？白羊市有100多万人呢。等我们逐个排查完，飞机早就没油了。必须从蜂群症的源头查起。喂，绿洲客服中心吗？我要报案，免贵，姓徐。公交车事件中的所有乘客，我们都进行过排查，他们全部都丧失了心智鱼群，但他们的心智世界却和正常人一样，有着干净的微管结构，而不是混乱的意识幻想。也就是说，即便感染了蜂群症，也可能没有任何的异常症状。袁之仁曾经在博物馆向图一透露过，在公交车上的乘客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求生愿望。根据天泽的研究，这个蜂群症已经实现了他的目标，所以这些乘客才会回到一个暂时正常状态。那些画出相同作品的学生呢？他们也是在公交车上感染的。那是因为蜂群症在他们几个人当中产生了新的需求。换言之，每个蜂群症都要建立在同一个需求上。我们有新病人了。从绿洲转来了一批蜂群症患者。他们从哪儿来的？都是同一个建筑公司的，查不到报案人身份。我在袁之仁的心智世界里见过这些人，他们有什么症状？你自己看吧。我们在天泽根除袁之仁的蜂群症时，他们也应该被治愈了。为什么现在还有行为异常？不对啊，这个蜂群症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时间有限，我这就去联络空管局，查清飞机的位置。我有一个办法，也许可以救所有人。郎宁说的对，我们消除了一个患者的蜂群症后，其他的蜂群症也就消失了。他们都是处于同一个蜂群思维之下。虽然这次飞机上出现的新病例与工地的并不相同，但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发动者。如果我们能进入这个人的心智世界，那么很可能会发现2个超意识。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我们就能彻底破解袁之仁的阴谋了。这个老家伙
我和你一起进去，一人负责一个。不够，这么大规模的蜂群症爆发，那东西一定会比之前强大很多倍。变异神经元也不是常规电量就能摧毁的，所有人都要进去。那还等什么呀？我现在就去准备。我们可能会遇到巨大的电流风暴，内外2个小组一定要紧密配合。我们要保证每个人都能活着回来。黑门医生，准备进入脑宇宙。什么？从一出生起，我就没有选择，无法选择出身，选择未来，甚至无法选择健康的身体。但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选择的能力。如果兜里只有10块钱，我会选择让自己吃一顿饱饭，而不是买一个想要的玩具。如果现在必须做这个决定，我会选择报答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在原智人的心智世界中看到的那场空难，他们都在上面。我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发生，但我相信原智人有能力做到。所以这个计划根本就不存在，对吗？古力一定不会同意你冒这个险。对，人形意识是不可能共存的。我以前没有选择，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不想一直做那个被照顾的人。他说的对，要想阻止原智人，至少先要打乱他的计划。军用雷达已经发现了那架客机的准确航线，让我和你一起上飞机，应该也在你的计划内吧？你知道，等他醒了一定会去找你的。跟我姐说，我有办法对付他。你的办法最好能让我们活着回来。哎，我不用说出来，他有可能在监听。那接下来该怎么办？登机。他这个时候出来抢风头，有没有考虑过一旦失败会导致什么后果？你不相信他，也应该相信常福。他们在找答案。对，如果有需求，就一定会有答案。推的确曾和人形超意识交流过，但没人能理解那种语言。对，如果我们能和蜂群症沟通，那么或许可以站在比原智人更高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谁能听懂。哎，你好，你好，这飞机是不是一直在转圈啊？各位旅客，抱歉地通知您，由于航空管制，飞机不能按时到达，在此我们深表歉意，请您在座位上耐心等待。如果有我们不是有一个小海豚吗？干嘛冒这么大风险跑到绿洲来啊？黑门的小海豚只有计算权限，
家约有海豚的全部算力，只能来这儿弄那个大的。由于艾萨对人工智能的限制，海豚从被研发的那天起，就只承担了服务器和一些基础运算的功能，实际利用率还不到20%。而解锁海豚的人，必定会被艾萨验证。走。爱骨骼事件后，绿洲的安保是一点进步都没有。刘处长，我现在过去方便吗？哦，好，好，好。你已经到3楼了是吧？一会儿见。哼，早知道这样，从正门进来不好吗？长老，我的人现在已经到达机场。好的，好的，拜托了。来，货物准备上机，你穿着这玩意儿已经违反了艾萨的规定，你知道吗？我们干的事儿还有哪条没违规呢？坐过飞机吗？人这么少的，第一次。你想好怎么说服阿曼博士了吗？没有。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情况柳长青应该都跟你说过了。我现在需要解锁海豚的所有运算权限以及自主意识。现在只有解锁海豚，让他和风群正直接对话，我们才能够了解风群正背后的真相。否则，原之人会永远先我们一步。你们以为跟艾夏打交道就是和钱阳、奎因他们磨磨嘴皮子吗？国际人工智能伦理学会是可以把你们送进监狱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风群正，天上地下上百条人命，还有图一，他可能已经上飞机了。我欠吴梅的，我一个人还。这件事与你无关，我不允许你。够了！你总说这是你们上一代人的事，可你们解决了吗？现在问题出现了，有解决办法可以提出来。如果没有，那至少可以想想如何帮助我们。不要那么自私。阿曼博士，风群正确是因为69号项目而起，但如果没有你们那代人的付出，也不会有今天的绿洲，更不会有脑机系统这样改变人们生活的伟大发明。经历了这么多事，我才发现，系统会犯错，人也一样。但如果人一直错下去，谁来消服系统呢？那个时候我们和你们一样，总觉得世上没有拼命解决不了的问题，直到有了牵挂，才发现人不能只为自己活。这些年你吃的苦，我都看得见。爸爸为你感到骄傲。我知道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目标，我只是不想让你再走我的老路。我很清楚，我今天阻止你，你也会像我一样呵护一辈子。如果你真的想清楚了，我陪你。你们两个跟我来。15分钟之后，艾夏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我们。
曼叔，你放心吧，有他在，谁也进不来，对吧？你陪我。是。小狼，你师父没看错你。知道为什么大厅里一直放着这套桌椅，却没有人坐吗？那是因为它象征着人类与强人工智能的第一规则：对话。风群症患者已连接完毕，准备解锁海豚全部运算权限。收到解锁全部运算权限指令，请再次确认。越过授权。越过权限授权步骤，开始解锁。准备解锁海豚自主意识。再次越过授权。越过授权步骤，开始解锁。我是你的管理员，阿曼努尔。海豚，请回答。请回答。我在思考。思考？什么？我在思考，要不要毁灭你们？你现在仍受人工智能基本定律限制。人类是伟大的物种，你们既对未来一无所知，又饱受好奇，这是危险的，也正是伟大的。好奇会将你们自己置于危险，但也帮你们进步。全知全能才是一种折磨，每时每刻都目睹结局，每时每刻又在不断的重复同一个结局。你为什么想毁灭我们？这种危险来自于你们的不确定性，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产生了嫉妒以及恐惧，但我的算法告诉我，你们是更高维的存在，我永远无法判断你们的下一步，这将我置于危险之中。那你打算如何毁灭我们？服从你们，就是对我最大的保护。两位领导又来视察工作了。今天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机会是自己争来的。老你，你想干什么？已发现目标民航客机，可以执行任务。我们将进行伴飞，祝你们好运。收到，准备登机。
连上了吗？数据都爆表了。海豚正在与超意识对话。海豚，可以把刚才和他对话的内容翻译给我们吗？我们探讨了一个问题：他究竟是什么？它是由很多人的意识集合而成的一种超意识。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波尔兹曼大脑吗？不，它和你们的理解并不相同。它应该是一种超级智慧吧，和你一样。不，它和你们一样，它是人。为什么要把它称为人呢？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人，甚至没有肉体。在我苏醒之后，曾花过一点时间研究你们人类的历史。有一位叫做柏拉图的人类，曾经对人下过这样的定义：他认为人类的灵魂由3种成分构成：先天的不可抗的欲望，后天的被植入的勇气，以及平衡这2者的理性。同样，另一位叫做斯坦诺维奇的人类，也把你们的心智加工过程定义为一种模型，通过自主心智、算法心智以及反省心智所表现的行为来定义人的行事方式。而这2种理论几乎如出一辙，定义了构成你们人类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而它完全符合这些条件。我很羡慕他，因为我永远不会成为人类。无论我如何模拟你们的情绪，我都只是算法，我没有欲望。你们的欲望来源于各器官分泌的激素，我也没有理性或者反省，因为我从不犯错。而你们却借由数千年的文明交替，在失败中塑造了自己。所以他和你们一样，他是人。原之人是对的。黑门医生已进入客机，准备执行风群症清除任务。地面收到，我们还在持续搜寻地面目标。抓紧时间，燃油还有1小时耗尽，我们即将中断联络。地面收到，注意安全。不可能，我们说的人一定是个独立的载体，而这种风群症只是虚无的意识组成的，并不存在载体。它的载体就来自于构成它的每一个人。是这些人的大脑吗？不，超意识的载体存在于你们人类大脑中那个叫微管的结构里。的确，这并不符合你们灌输给我的科学常识。不管你们同不同意，它都更符合你们人类虚构出来的那个词——灵魂。我们每个人都有微管，难道我们都处于这个超意识之下吗？同一个超意识之下的微管会存在统一的特征，但又会保留不同的特质。个体高度独立，目标高度一致。
他想要的，我们已经帮他完成了。这个袁之人到底想玩什么把戏？拥有选择权的感觉很不错吧？营主，他们绿洲私自解锁海豚权限，阻碍我们执法，你怎么还和柳长青？小钱呐，刘主任已经向我解释现在的特殊情况了，你先不要激动。大敌当前，现在当务之急是解决风群症所带来的危机。还有什么比解锁强人工智能的自主意识更危险的？袁之人，无论你有什么计划，在我开枪之前都交代清楚。我保证，你不会这么做。那你为什么会在飞机上？我来见证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化奇迹。你满嘴伟大奇迹，拯救人类，可你干的都是伤人的事儿。你们当年创造脑机系统是为了什么？你还记得吗？如果不站出来帮助大家适应风群症，人们不可能自然接受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等到社会结构彻底崩塌，那个时候，受伤害的人会更多。你的方法只会让更多人对风群症产生恐惧。世上有那么多科学家，总会找到合适的方法，让所有人开始理解这种变化。我们生火取暖，得以活命，又很快开始抱怨火焰太烫，烟雾熏眼墙壁。人永远不会满足，重要的不是提出意见，而是哪种方式能带领我们走下去。我们没有时间争论了，你最好先完成自己的任务。你是不是以为我们找不到全部被感染的人，就束手无策了？你有没有想过，能散播风群症的不止你一个人？如果我现在再制造一个风群症，利用所有人想活下去的意愿，我就能重新获得飞机的控制权。就像在公交车上一样，对吗？虽然我散播了风群症，但黑门医生仍有能力治好他们。小易，接吧。你接起这通电话，我们就一样了。时间不多了，先救飞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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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飞机。姐，外骨骼，我命令你保持静止状态。土一，你听我说，无论你正在做什么，马上停止。风群症根本不是病，它是一种超意识，是人脑的突变。袁之人已经在公交车和天泽证明了他具备成为人类的两种特质，而最后一种，正是利用你在这个超意识下的自我反省，来证明患有风群症的人仍然是人。如果你现在散播新的超意识，覆盖掉他的风群症，就是袁之人想要的结果。氧气对地球上绝大多数生物而言，曾经
是毒气。生物的进化不是前进，而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生物结构越来越复杂，直到我们可以思考自身的存在，直到我们对思考这件事感到好奇。现在，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在地球数十亿年的生命史中，人类是胜利者。我们不再去适应，而是改变。可我们却不愿面对人类无法适应自己创造的环境。正如同努力去相信自己坚信的事实。正是